作为你们减肥路上的拦路虎，小陈我带着冰皮月饼蛋糕来祸害你们啦！我做的是流心芝士味道的，但凡叫流心的味道都不会太差。冰皮要想软糯，牛奶比例很重要哦。搅拌均匀的面糊过筛一下，放锅里蒸20分钟桑拿，就成了软糯的奶糕。趁着它们还热乎，赶紧丢块黄油，不停翻拌，不烫手了就可以。吼，还我飘飘拳！揉好后放冰箱冷静1小时。跟罗老师学习了时间管理，我这1小时也没闲着，做了个流心芝士。按屏幕的材料加在一起，打到有纹路，但是它还有一丝丝的流动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凉透的面团拿出来搓搓搓。对不住大家，我很少擀面，实在擀不圆，但不影响它好吃呀。开始组装，可别贪心的放太多奶油哦，不然它真的会露出来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哦，你这圆嘟嘟的样子，真是忍不住想咬一口。嗨，小陈今天教你一个有手就能做的米其林3星树莓布丁。别看它一副高大上的样子，但实际上简单爆表。先做让树莓浮起来的果冻，选一杯你最爱的汽水，让它先排排气，不然做出来的果冻会有气泡哦。等它气儿消了，就倒入锅里煮到冒小泡泡，然后加入泡软的吉利丁，把它融化掉，果冻液就做好啦。把它倒进杯子的1/3处，冷冻定型。定型后铺上树莓，再加点果冻液，再冷冻定型。擅长时间管理的我，这会儿做了个酸奶冻，把软化的吉利丁加入到热牛奶里融化，再加上牛奶和酸奶，强迫症的可以过个筛，然后倒在定型好的树莓上，还是冷冻定型，最后铺上果酱就完事儿喽。你看，好吃到让你手抖了吧？关注我，教你做更多甜点。Hello， 我是小陈，你还记得你看的第一部漫画是什么吗？对我来说，七龙珠是排在第1位的。欢迎来到美食还原系列第1集，果冻龙珠。片尾我会召唤出神龙帮你们实现愿望，千万别跑哦。第一步，先做果冻液，橙汁和水按照1:3的比例加入锅中煮热，然后加入泡软的吉利丁，搅拌均匀。我用的是水性旋柄的模具来制作的龙珠，放入果冻液前一定要刷层油，不然脱模时龙珠会裂开。第一次倒果冻液时不要加满，加到1/3处就放进冰箱冷冻定型。这期间我用果丹皮做龙珠里的小星星，用西瓜味的 QQ 糖也可以代替。把小星星加到定型好的果冻液里，再撒点果冻液，再冷冻定型。将剩下的果冻液倒满模具，盖上盖子，再次冷冻定型。最后拿出吹风机吹一圈，就可以轻松脱模。哎，你看它自己都迫不及待跳出来了。接下来是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召唤神龙，出现吧，神龙！月狼镜威力变身！哎，搞错了，重新再来一次。出现吧，神龙！神龙说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愿望，他就帮你实现。赶快啊，我就帮你们到这儿了。一向颜控的我，一开始看到巴斯克芝士蛋糕时，内心是抵触的。你不要以貌取人呀，我可是19年的世界年度甜点哦。据说它简单到手残党也不会翻车。作为老司机，我怎么会翻车呢？翻车也不会让你们看到的。切好的奶酪放微波炉里蹦一下，这样就能更好的搅拌。搅拌的过程中加入糖和奶油。重点来啦，鸡蛋要一颗一颗加进去，搅拌均匀再加下一颗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不然就会水油分离。为了让它丑陋的外表一丝丝的提升，我用了一款高颜值的小锅当模具，里面铺层油脂，方便烤好后脱模。接下来送进烤箱，这是你厨房里会飘满卡路里的味道。清新细腻的奶酪中带着焦糖的芬芳，使我错怪了它。正所谓巴斯克不可貌相，体重不可斗量啊！成功的马卡龙千篇一律，失败的马卡龙各有不同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陈的料理。作为美食界里经常翻车的博主，今天挑战做殿堂级的甜品法式马卡龙。首先来制作马卡龙的外壳，关键的部分是过筛。我用暴力碾压和挠痒痒的方式双面夹击，哇，好舒服！经过了3轮选拔，筛选出了这一盆优质的粉，这样做出的马卡龙表面才会细腻红润有光泽。然后是打蛋清，分3次加入白糖，打到这种精神抖擞的尖尖角，蛋白霜就做好啦。接下来将过筛好的粉分2次拌入蛋白霜，翻拌的太干或者太稀都会使马卡龙开裂。翻拌到抬起刮刀，面糊会断断续续下落，形成非牛顿流体。拌好的面糊装到裱花袋，用我熟练的手法挤出直径3厘米难以形容的形状，然后震几下托盘，把里面的小气泡吓走。这时候不要猴急的送烤箱，晾皮是关键，晾到摸上去不粘手，摁下去能回弹了，再送烤箱，这样的马卡龙烤出来才会有蕾丝边哦。这期间我做了个卡士达酱，因为太甜会腻，太酸出戏。当香甜的外壳遇上清爽的卡士达酱，就会谱写出少女般动人的旋律。最后组装，屏住呼吸，稳住手，瞄准你就往下走，走你！歪了。哎，这是翻车博主的日常操作。如果你的美术课不是体育老师教的，就可以像我一样画个可爱的涂鸦，自己动手做出的美食吃起来更加的香甜呢。关注我，教你做更多甜点哦。你听，
嗨，我是小婵，一个美食界里经常翻车的博主。今天就做个好吃不翻车的蛋卷儿。摸出2个老实点的鸡蛋，趁它们没反应过来，加入白糖搅拌，加玉米油搅拌，加面粉搅拌，最后注入灵魂黑芝麻，形成细腻的面糊。挖一勺面糊放到这款高颜值的三明治机里，盖上盖子，定时3分钟。蛋卷皮就烤好了，趁热拿起筷子把它卷起来，一定要眼疾手快啊！烫！我还是戴手套吧。再来。Yes， 卷好的蛋卷放一边晾凉，这是它变脆的关键哦。我还顺手做了个猛男最爱的蕾丝蛋卷，你喜欢哪一种？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怎么也得来个仪式感满满的小甜点呀！看到这个巧克力慕斯那么简单，我又觉得我可以了。制作慕斯的部分，只要按照我的字幕顺序放，就不会翻车的哈。我着重说一点，如果你不想喝甜的蛋花汤，热的糖水就要分次加入蛋黄里，边加入边搅拌，趁它们不注意，高速打发到蓬松状态。再加入到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液里，就得到了一碗蓬松细腻的巧克力慕斯糊，看着就像一口闷。装到模具，塞进你爱吃的水果，饼干封个底儿，赶紧冷冻定型。我觉着吧，唯一的难度就是你得忍着2个小时口水不吃它。至于淋面嘛，我用的是祖传秘方，巧克力和黄油隔水融化，趁热淋到慕斯上。颜值不够，装饰来凑，是不是有点米其林的意思啦？虽然跟原作出入有点大，但是味道绝对 OK。有时爱情就像这巧克力，有谁能拒绝得了呢？为什么你做的海绵蛋糕发不起来？没有烤箱就不能做蛋糕了吗？这次通通给你解决。我用了分蛋海绵蛋糕的方法，只用到鸡蛋、糖和面粉，失败率很低。先让蛋黄和蛋清分为加，把糖分3次加入蛋清里，然后开始触碰般的抽打蛋清。这位女士大概抽了10分钟，就能得到这样细腻的蛋白霜。放蛋黄，接着抽它。一直到画任何图案，数10下都不消失。大爷不要调戏我啦，不然我要翻脸啦。接下来分2次筛进面粉，用翻拌的方法，别太大力哦，不然会消泡，你的蛋糕也会发不起来。翻拌到这样的状态，就可以倒入任何的模具里，装上面膜，送入锅里蒸桑拿。蒸的蛋糕色泽嫩黄，口感湿润有韧性。这要是还失败，难不成我给你寄一块？Nice game だ。今天做个李泽言都叫好的焦糖布丁，不用烤箱哦，难度系数1颗星。要想焦糖色泽好看，火候很重要。糖和水放锅里，大火烧到冒泡，转为小火，咕嘟咕嘟咕嘟，变成琥珀色，立刻关火，浇水压压它的火气。泡泡消失后，就成了一碗极致糖浆。把它倒在外表朴实的碗里，放一边凉快凉快。下面来做布丁，把鸡蛋和白糖捣碎。如果不想得到鸡蛋汤，就慢慢的倒入热牛奶，拌匀后过滤一下。倒入碗里，盖个银色盖头就可以上锅啦。重点强调，一定要中小火，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蒸得太久或者火候太大，会让布丁表面出现很多小气孔，影响颜值。关火后焖个5分钟，就得到这种好吃到手抖的布丁啦。OK。轻乳酪蛋糕用电饭煲也能做。再也不用纠结烤箱的脾气了。首先，隔热水融化奶酪，加入奶油，搅拌至没有颗粒的状态，然后加入4个蛋黄，继续搅拌均匀。一般的轻乳酪蛋糕很娇气，容易开裂缩腰，我增加了面粉的比例，让蛋糕更加的稳定。最重要的步骤是打发蛋清，达到这种大弯钩的湿性状态就可以啦。打好的蛋清分3次加入面糊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给电饭煲刷层油，方便脱模。用煮饭模式蒸40分钟就可以取出来了，和烤出来的一样好吃。早知道用电饭煲成功率那么高，我就不用烤箱霍霍那么多奶酪了。关注我，教你做更多的甜点哦。